我一想到要聊尔滨这事儿，我就特别想乐。这东北人就是本来就很幽默，这尤其这哈尔滨本来倒不会笑，但是一听见尔滨这俩字儿，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亲切，火得不得了。最近也让我怀念起90年代频繁去哈尔滨的时光吧。因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是也没人请我去了，是也不知道为啥，好像很少去哈尔滨了。但是90年代我曾经非常密集的去过好多次哈尔滨。就是人家繁花在上海创业，我那创业的第一桶金就是第一勺金吧，或者叫第一挖勺金，因为那金都不能叫一勺金，就是一挖勺金，就是在哈尔滨挣的。我是说我那时候的广告公司啊，我自己的个人的挣了第一连挖勺都不是的那一点钱，2000块钱，我第一次挣到是在成都，然后我第一次挣到可能我想想2万块钱，反正就见到万字了吧，就是在哈尔滨啊，所以跟哈尔滨很有感情啊。其实我没去过之前，我从小就听说哈尔滨，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之前咱们这个小德里也聊过啊，上海啊，我小时候最大的印象就是一天到晚一年也不知道有几回往返在13次特快上，就是往返北京上海，然后那个所谓特快要开23个小时，以至于在上面要吃好几顿饭。吃什么呢？除了路过德州买扒鸡，路过无锡买排骨以外，主要就是吃火车上那个盒饭。那时候盒饭还不是现在这种米菠萝叫什么泡沫塑料的盒子啊，那时候是一种纸盒子啊。那纸盒子呢分了好几种，其中最贵的那一种呢，那纸盒子上能透出油来。你想想在我小时候那是多么珍贵的东西。我小时候你要是看任何地儿，你哪怕吃完饭那盘子里如果能有一滴油，你到学校或者单位食堂里那一大锅那汤，那上面如果能飘着一个小油珠，你一定会跟那师傅说，师傅帮我把那小油珠给我蒯出来啊。但是那个火车上13次特快的火车上最好的那个盒饭，这都深更半夜了啊，这想起来还是特别好吃。那个纸的那盖儿上面能透出油，打开一看，里边有2片哈尔滨红肠，这个就是我小时候最爱的。就所以坐火车，你说能有什么怀念？最怀念的就是这个盒饭，这个盒饭有2片哈尔滨红肠啊。那个时候肉那么定量，你想一个人1个月才半斤肉，如果把那肥肉切了下去，其实才3两肉。但是火车上那个哈尔滨红肠是不要勾后本的，就不在你那定量里，那就是有2片红肠，不会占你那1个月半斤肉那指标啊。所以从那儿开始知道哈尔滨。后来是因为我的姑姑和姑父都是在军工战线上，航空啊、飞机、导弹什么啊，在这条战线上为祖国工作了一辈子。其中我的姑姑是北航毕业的啊，就是其实是我外婆的学生，但是她上学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位教授未来就成为他弟弟的丈母娘，因为他弟弟那会儿还在上高中，还没到北京，把我妈给追上。但是她的老公就是我姑父，他们2个是上海的中学同学，然后中学的时候就好像有点什么情愫啊，总而言之总是骑着车去接我姑姑放学。但是考大学的时候他就考上了哈工大，2个人当然写信，最后毕业以后又都一起到沈阳啊，一个军工企业就是做导弹啊，2人就在一起了。所以但是我那时候就知道哈工大是一特别好的学校啊，就是东北地区大概最好的学校之一吧。我那时候就知道哈尔滨有红肠，哈尔滨有哈工大啊。然后就是1992年的冬天，我接了第一个活啊。1992年的时候，我是2月份考研落榜，就2月份发榜嘛，然后就去亚视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就挣了2000块钱。那个时候亚视200块钱工资已经算很高的了，挣2000块钱以后我就辞职了。我一想我都有2000块钱了，我还在那做啥班啊？然后就开了广告公司，然后就到处跑。那个时候好像也不认识什么人，那时候才很年轻，20出头，也不是怎么就那个自己打听说北京有一个啤酒厂叫5星啤酒啊，那时候要做广告，我就摸上门去，然后敲门。那会儿也没手机啊，我是93年买的手机。总而言之就敲门进去说我是一广告公司，你们要不要做广告？然后我正在那坐着呢，正跟人家那个5星啤酒厂，当时还叫什么销售科还是叫什么，那时候厂里也分科处，科长还是什么，我还记得叫杨大春。
大春兄啊，对我特别好一个人，特别好的一北京人啊，正在跟我那儿聊天呢，结果又有一个人来敲门，说你们这儿做广告吗？一看一大妈拎着一菜篮子，里边还有黄瓜、大葱，说您是干嘛的？我是广告公司业务员啊，广告公司让我来问问卖不卖广告，不是那个做不做广告，我这买菜路过就进来问问。我当时脸上特别红，心说哈哈，我这幸亏手里没拎一菜篮子，也是来拉广告。但是他就对我很好，他说那你先干一个活试试吧，说我们那个五星啤酒厂要在哈尔滨冰雪节，那时候叫冰雪节还是叫冰雕节，那个时候92年要做一个大的冰雕，就是那大酒瓶子五星啤酒。然后五星啤酒其实是很老的一牌子啊，双和盛五星啤酒大概都就100年历史吧。虽然可能是没有哈啤或者青岛那么老啊，因为那都是青岛啤酒德国人弄的嘛，哈啤这都是欧洲人弄的，这五星啤酒是啊北京自个儿的那个品牌，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吧。后来听说变成了什么可乐厂、罐装厂。总之我接了第一个活，那个活大概有3万多块钱吧，好多钱呐。然后我就一个人，那个时候为了省钱我就一个人。那公司其实就我跟我女朋友俩人，后来又来了一个我女朋友厦门大学的同学啊。总而言之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就去哈尔滨，然后跑到那个冰雕节还是冰雪节组委会跟人谈，说啊要设计这么大一个大酒瓶子。其实酒瓶子挺好雕的，然后所以不贵，我记得花了多少钱？8000块钱还是9000块钱？总之签了个合同，然后就特别高兴回来了啊！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手机啊，什么微信，有手机也没微信，也没法传照片，然后就每隔一阵子就跑到哈尔滨去看这个冰雕雕成啥样了，特别冷，站在那园子里，终于雕成了，上面还有五星啤酒4个大字，4个大字是专门用那个冰做的那个叫什么一个方的那种东西粘上去的。好，终于开幕了，然后我就在那等这个杨科长杨大春啊来视察。结果正在那等他要下火车，突然那个五星啤酒那星字掉了，哇天，这简直灾难！我说我这辈子第一个活，广告公司第一个活，人家给我这么多钱，结果我临时找不着人，就大概那时候他还有2小时还是多长时间到了。最后哥们儿我啊，20出头的我，23岁刚23岁的我，找了一梯子，背着那个特别滑的那个大星字，爬到那个特别滑那啤酒瓶子，那啤酒瓶子大概有2-3层楼高那么大，爬上去，我天，胆儿也真大。当然为了挣点钱，创业不容易啊，哪有保总那么容易啊？坐那打几个电话就挣钱了，我们那都是玩命的。爬到那个大冰酒瓶子上面去，把那个星字粘好，然后在那儿特别高兴的等着杨科长来了，这活算顺利交活了。然后我们俩在哈尔滨喝了一顿酒，吃了红肠，不光是红肠啊，我想想那时候都吃什么呀？猪肉炖粉条好像还没有，好像没那么多肉。酸菜我记得是有，血肠还是什么，然后就是那大列巴是这个最著名的。反正到了哈尔滨你就必须得买一大列巴，就那一大列巴你出一趟差根本就吃不完，那趟差一直就吃一大列巴可能得有7-8斤，长得比跟蒸锅那么大个儿，然后你都不知道从哪下嘴，你知道吗？俄国人嘴大，咱这嘴好，那大列巴而且特别硬。他们还有一种喝的叫格瓦斯，就是喝半天也喝不醉那种，大概不知道有几度啊，反正就是像汽水一样，有一点点酒精。但是我很震惊的是，我住在中央大道一个叫马迭尔饭店的地方啊，那时我很震惊，因为我到那一看，我天，这就是欧洲，根本就是那马迭尔，就是那个中央大道上那完全就是马路，就是你去欧洲才能看见的那种，就是那大石头条打在地上那种真正的马路啊。然后走到那街上，看见那马迭尔酒店那房顶之高，躺在屋里一看，那屋顶吓一跳，那屋顶可能得有4米高，可能都不止。然后那窗户也是巨高，因为你想俄国人老毛子都多大个啊，在那里头啊，咱这小个儿往那一站，然后出来。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在哈尔滨，就是他们那个车，那时候打出租车啊，还是干嘛，还是租辆车，你干活吗？他们那车特别逗，他那个刹车的时候不踩刹车，他别挡，把我吓一跳。我说你这干嘛呢？你怎么不？他说你不懂了吧？他说这冬天我们这地上都是冰雪，像你们一踩刹车，整个这车掉一头180度冲着背后，跟后边2个司机脸对脸，说
你就不懂了。说为了让这个车能快速停下来，而又不打滑掉一头，你冬天开车的时候，你就不能踩着刹车，你得别档。就是不管那车正在几档，比如3档，当然如果特别快这不行了啊，你要在4档上5档上不行，但是正常在2、3档市区里的时候，你就一下把那个档把插在那1档，然后一松离合器，那车就嘣作一下，然后就我说我第一次来到北国学会了那么多，那个时候还没感觉到哈尔滨的女生很好看，主要是因为冬天大家全包成那样，谁也看不见谁长啥样，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地儿，然后还跟人学说，你到哈尔滨来，你要是碰见那种特横的，你得先问他说你是道里的、道外的还是南杠的，以至于我很多年一直以为那个地儿叫南杠，就是南边有一杠铃，就是单杠那杠，其实不是单杠，后来才知道是南杠。但是他们就说他要是道里的呢，这通常就比较好说话啊，道外的又怎么？反正你只要碰见南杠的，你就低着头走路，你就别跟人那执拗。我说在哈尔滨学到了很多。这个后来就去过很多次，我还记得我青春会那张专辑出版的时候，我跟老狼去哈尔滨签售，那次也印象很深，因为就没有了。特别逗，然后我们俩到那前一天晚上还问人家说，这张专辑卖的特别好，说你们这儿那个还有吗？明天签售。老狼是一特别细心的人啊，我还好，我是那种有就有，没有拉倒，没有在这儿吃喝喝也挺好。老狼还问人家说你放心，全东北的货全调这儿来了。结果第二天我们俩去了，拿来的唱片并不是我那张青春无悔，而是一张那英的唱片。后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那个来签青春会为什么要签那英的唱片？说哎呀反正都是唱片嘛，签嘛就那英也是东北人，然后跟你们也挺好的。结果就糊里糊涂的在那儿不知道为什么给人签了那英的唱片，狼哥还生气了，飞跑。后边跟着，当时哈尔滨是哪个商场？好大一商场，跟着好几个经理在后边迈开长腿。狼哥1.8米几，腿也长，然后在哈尔滨大街上追逐，然后最后把狼哥给抓着了。然后抓着以后说：“哎，你快把那个小李、小杨、小王都叫来，赶快合影。”然后就特别热情，哈尔滨人特别可爱。还有一次我们去演出，结果我就不提人乐队名字了，反正当时著名的一个摇滚乐队，非常著名，这大长头发甩起来特别有范儿啊。然后而且关键是这摇滚乐你在台上呢，你甩几下头发之后，头也甩晕了啊，就是上头了，就真觉得自己牛逼，真觉得自己是摇滚乐，然后就吉他 solo 半天，然后底下那哈尔滨大哥、东北大哥不干了，就喊说你们唱不唱啊？因为摇滚乐不是得 solo 吗？那吉他得 solo 半天呢，就吉他手不干了，在上面冲人家比划了一下这个不太好的那个手势啊，哇，了不得，炸了！你到东北去演出，你千万要低调啊！你别甩完头以后大长头发一甩就自个儿上头了。结果后来那天晚上我们在那后台坐到2半夜，因为谁也不敢出去，这演完出正说要出去，说别出去，说刚才台底下有大哥，哈尔滨大哥生气了，带一大帮人，然后这个当然这都是30年前的往事了啊。今天的哈尔滨当然不是那样了，今天哈尔滨文明极了，然后这个漂亮极了。我说的是那时候还有那种老传统，就是你招了我们东北大哥，那真的不行，吓得我们下了台摇滚精神也没有了，头发一不甩，脑子也清醒了。也不敢出去。后来我们说你出去找大哥，你给人道个歉，我们就都回去睡觉了。也不敢去，怕大哥 K 一顿。然后于是大家就闷坐在那后台坐了很久很久。后来是谁出去道歉去了？反正我就最后反正弄得很晚啊。反正那时候就去过好多次。后来有一阵子，我跟宋柯俩人又去哈尔滨找哈尔滨移动的大哥们去卖彩铃，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有流行音乐满地都是盗版，唯一能挣钱的就是到那个中移动各个省的公司去卖彩铃，只要人那省公司说没问题，你就在我们这儿卖彩铃，你就发财了啊！彩铃很贵的，我想想2块钱吧，下载一个，只要人家移动公司把你往那彩铃首页或者前2页一放，你就得跑到省移动去求人家。哇，在那儿跟大哥们喝大酒。但是我要说句心里话啊，哈尔滨的喝酒的风气好像没有东北其他地方那么厉害。就是你要去沈阳，我天，就特别吓人。我想我在沈阳好像还喝过一次胃出血，还是怎么着？这个还是跟沈阳人一起喝酒，
对，喝一胃出血，然后就到医院里就给我饿的，说不能吃东西，给我饿坏了。最后我就背着人家医生的面吃了最伤那个胃的干嚼了一包方便面。哈尔滨好像还好，而且哈尔滨的口音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东北口音。我是后来想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离关内越近的地方口音越重，越远的地方口音越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口音就来自他长期就定居在这儿，他就口音慢慢就变成自己的口音了。如果你刚刚移民到这儿，大家从山东来，从各地来，那当然大家都得说普通话了，不然的话听不懂啊。所以离关内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辽宁，因为早早的移民闯关东就过去了，所以定居在那时间比较长，形成了自己的口音。离关内越远的地方，由于这个刚刚到那儿，大家还得互相说普通话，所以口音就没有那么严重。其实你看中国南方也是，越是那种浙江啊、福建、广东这种定居很久的地方，口音就都不叫口音了，就真听不懂了，就俩村之间都听不懂啊。所以哈尔滨其实口音也不严重，然后长得好像也不太一样，这个当然很好看啊。结果你看哈尔滨说高兴了，哈尔滨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可以聊聊，包括它的历史，包括欧洲的移民、俄国的移民、犹太人等等特别有意思的好玩的历史，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在中国独一无二的独特的这么一个欧洲城市哈尔滨，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哈尔滨是一个欧洲话外语，结果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有争议反正不管争议成通古斯话还是满语还是蒙语，反正是北亚的本地话哈尔滨这个在中国非常独特的城市，有叫东方巴黎，当然上海也叫个东方巴黎啊，叫东方莫斯科、东方圣彼得堡等等。到今天旅游这么旺盛啊，有一部分当然了，哈尔滨人民热情好客，吃的好吃，但是跟他的欧洲俄国风情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就聊聊哈尔滨这个和俄国要说的很多事儿啊，因为哈尔滨的城市的建成啊，建立这个城市就跟俄国人在这修铁路有巨大的关系。其实是清政府这个无能嘛，就出卖了很多主权，就包括修铁路的权利。那所以重要的东北铁路正好选址的时候经过这个哈尔滨啊，于是哈尔滨就被规划成重要的依托铁路以及江的渡口啊，这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吧。然后就开始由俄国人，当然了，其实真正建设的人大量是中国人啊，但是规划它等等啊，由俄国人开始建起来啊，然后在建铁路的过程中慢慢的发展起来啊，开始有一些俄国移民，但是真正大规模的俄国移民过来啊，就是白俄啊，因为十月革命嘛，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啊，俄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那大量的俄国的贵族、小贵族啊，以及军人呐，以及家属等等吧啊，当时十月革命以后从俄国逃出去大概200多万人，那统计数据各种各样千差万别啊，有说500万人呢，其实就是把从俄国脱离了俄国的波兰的一部分啊，什么上面的人也都算脱离俄国的人啊，但是真正从俄国逃出来的人大概有200多万，那相当一部分就从北边啊，就是立陶宛、拉脱维亚这边以及芬兰这边跑到欧洲去啊，有一部分从南边啊，因为大家看那个俄国内战的时候啊，相当一部分的白匪军最后退到克里米亚，然后又从克里米亚上船又去了欧洲啊、南欧啊什么很多地方啊，当然也有去上海的，那时候还很少。大量的从远东逃过来的啊，尤其是像高尔察克这种啊，曾经率领40万白军这个白匪军啊和红军作战的，当然失败了啊。虽然当时有帝国主义国家啊的支持，14国干涉新生的苏联啊，在远东地区干涉的主要就是美军、日军，其实还有北洋政府的军队也去干涉人家去了。咱们在以前节目里还讲过啊，北洋军在干涉俄国的时候还跟美军有过合作，最后失败了。在英勇的红军的打击下啊，这几十万白匪军以及大批的贵族跟着他们啊平民，然后逃亡，越过边境啊，从好几个地方越过边境啊。当然了，有一部分人其实不太多啊，有几千人是越过新疆的边境到了新疆。
所以新疆有一部分白俄，但是最多的大概有几十万人的是到了东北，其中有差不多20万人先后到了哈尔滨一度人口比在哈尔滨的中国人还多所以这些人他们带来了很多正面的贡献因为他们带来了很多科技带来了很多商业带来了教育，尤其带来了医疗。因为逃来的人总体来说素质还比较高，因为他们都叫贵族嘛，因为苏联嘛是工农政府所以工人农民都支持布尔什维克但是那些比如说资产阶级地主贵族当然了专业人员包括艺术家很多很多也不理解，然后也害怕，当然也有很多反动的就都逃来了。但是总体来说他们在政治倾向另说，那是苏联的政治倾向，到了中国他们带来的主要还是这些。我们从小就说哎呀那个时候哈尔滨是叫什么将军擦皮鞋，公主倚门笑，就是倚门卖笑嘛，然后就想象很多仿佛都是那种养尊处优什么都不会干的贵族其实仔细研究一下的话，这个俄国的贵族和这个西欧的贵族还不太一样。这个西欧的贵族主要是血统，就是我是世世代代的血统，我是王室的，我是公爵的，我是伯爵的，所以确实有大量的那种什么都不会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靠人民养着的西欧的贵族们。那西欧的大量的精英优秀的人才包括科学家了作家了音乐家画家，绝大部分都不是贵族他们都是平民，然后自己努力贵族们都是那样的。俄国呢整个社会形态和西欧还不太一样，这俄国的贵族的覆盖面比西欧大很多，因为俄国有好多种贵族有世袭贵族，有终身贵族，有光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公布有六类贵族，然后包括你做出点成绩就赐予你个贵族头衔小贵族所以这个俄国的所谓的贵族其实就是大量的不是工农的很多专业人士，其实也是贵族包括作家什么艺术家。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最光芒万丈时代俄罗斯是一个特别奇葩的民族，19世纪以前感觉没人，然后突然间19世纪爆发了，然后从普希金开始，生于18世纪最后一年的普希金开始，就连续的就大批的作家音乐家画家等等等等学者科学家都来了。但是这里边大部分他们其实都是贵族，虽然其实也没啥钱，像普希金也没啥钱，有钱也不会有那下场包括柴可夫斯基如果有钱也不会那下场，不会让人家那个梅克夫人养着。大家耳熟能详作家大部分都是贵族，普希金贵族，列夫托尔斯泰贵族，果戈里贵族，屠格涅夫、托斯托耶夫斯基，这全都是贵族。然后音乐家也是柴可夫斯基贵族，这个拉赫玛尼诺夫也是贵族画家列宾大家最熟悉的这些画家西什金、波列诺夫列维坦，这都是贵族。科学家也是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也是，包括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梅契尼科夫也是贵族。所以他们的贵族覆盖面非常非常广，你就看到这些科学家作家什么，其实他们都是贵族所以他们的小贵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所谓的这个白俄贵族其实大量的就是这些专业人员，当然还包括更低一些的包括修铁路的工程师工人烤面包的，烤大列巴的做红肠的等等全来了，都到了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积弱嘛，所以签证制度也不是很完善。实际上全世界在那个时代的签证制度都不是很完善，差不多一战之前全世界就随便走那个时候好像很全球化的，大家坐上火车想去哪国去哪国，也没有后来这么多对移民的限制等等。尤其是中国东北还是个地方政府，这个跟中央还不在一起。中央是北洋政府的时候，张作霖虽然号称是北洋军奉系，其实他独立在东北，东北王后来这个国民政府时代，东北也还是在日本人来之前也还是他张家的，所以他还是个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嘛就管得比较松那个时候来的俄国人也包括一些日本人，因为日俄战争俄国失败以后也来了很多日本移民，大部分也没啥签证。但后来地方政府给了一种临时的居留签证曾经有过
当然后来又让他们在哈尔滨补这个各种各样的身份证啊等等啊，你只要别犯罪，你老老实实在这工作，你是这个教书也好，看病也好，是修铁路也好，烤面包也好，传教也好，因为哈尔滨有最全的教堂啊，东正教建起来，圣索菲亚等等啊，圣索菲亚还不是俄式东正教教堂，是那种拜占庭式的啊，当然还有包括俄式的，也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什么穆斯林的清真寺。哈尔滨是一个非常文化融合、多元化、包容的那么一个大都会，那个时候啊，当然了。这么大规模的移民来，而且大量的人就财产什么尽失啊，所以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这个尤其还来这么多军人啊，这些军人当然了，有的军人啥也不会干，只会打仗，所以就在张作霖的麾下有一支白俄的军队。后来是张作霖下边有个叫张宗昌的一个特别腐败的将领，他就指挥这个白俄军队啊，军官也都是白俄，然后这些人你看，别看跟红军不能打，在中国还曾经嚣张了一小阵子，当然最后也还是不行啊。张宗昌号称3部将军，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小老婆，不知道有多少钱这种啊，所以从东北张作霖奉军里啊就有这些白俄的军队啊，一直到上海也有哥萨克啊，上海的白俄雇佣军啊等等啊，包括一直参加到抗日都有啊。这俄国人这白俄，你看别看他反对红军啊，他也特别讨厌日本人啊，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痛恨日本人，应该说，因为他们日俄战争被打败了，本来东北都是俄国的天下，然后结果日俄战争被打败了，死了那么多人不说，还觉得屈辱啊，因为俄国人很奇怪，他当然觉得自己是欧洲人了，虽然欧洲人不这么认为啊，但是他觉得他怎么着也比小日本要高级吧，再加上军官们还都是贵族啊，所以痛恨，所以这些白俄到了东北以后啊，当兵的也好还是干嘛也好，反正跟日本人是死对头啊，对中国人倒还挺友好啊。他们曾经在沙俄时代啊，什么海兰炮啊，什么屠杀过中国人啊，抢占中国那么多地方啊，那是沙皇俄国的时代。后来现在他们是难民啊，他们到了中国，到了哈尔滨，发现中国人民特别的友好啊，中国人也没把他们怎么着，然后大家就一起，你们按说正常的啊，移民来抢工作啦啊，移民来啊这那，当然也有犯罪分子啊，肯定是有的。俄国人又爱喝酒，还曾经发生过绑架大案什么什么啊这些事儿。但是总体来说，中国人对他们非常友好，导致他们啊，你只要愿意勤奋的工作，您别把您那贵族那摊儿拿来啊，你只要愿意勤奋的工作，你在哈尔滨是能够养活自己的，甚至有很多人安居乐业，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是非常的好。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打算这个什么时候就打回故国去，所以在哈尔滨组织了一堆什么俄国人民自由党、远东护国卫法团，卫法就是护卫他们的东正教啊，远东义勇军啊，什么什么这些，搞一堆这种事儿。10月革命的时候纪念日他们还下半旗，后来慢慢的苏联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他们也就算了，有一小部分人慢慢的就开始回去啊，因为中苏建交了嘛，后来承认了苏联，建交以后大家选择国籍，也有一小部分人选择了苏联籍啊，那个建交以后那2条铁路还是由苏联管啊，所以加入苏联籍去铁路上工作也留下相当一部分人啊，但是大部分他们还是拒绝加入苏联籍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贵族嘛。这个一个是不认同，一个是也怕被清算啊。这个因为后来确实被清算过啊，就是30几年的时候，由于那个铁路啊等等都收归中国国有，大量的人失业，再加上有苏联说回来吧，所以回去了几万人啊，曾经正好回去赶上苏联大清洗。那这些人你像白俄贵族等等回去的大部分被处决了，就处决了3万多人啊，剩下的去劳改等等，反正回去大部分都没啥好下场到了1935年的时候苏联跟日伪政府，就是满洲国政府，苏联是这世界上极少数承认为满洲国的国家，这个所以就签了一个北满中东铁路让渡协定把中东铁路的权利让渡给日伪政府然后
当然苏联也是为了自己边境安全啊，这个不想跟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所以承认了伪满洲国啊，也是后来苏联帮助解放东北以后，把东北那么多铁路工厂拆走的一个法理的基础。因为他说我是承认了伪满洲国，我又向伪满洲国宣战，所以伪满洲国是战败国啊，他不认为那是中国，所以我是战败国的战利品，所以从东北后来拆走很多东西，这就不多讲了啊。总而言之，那个时候由于铁路从苏联管变成了让渡给日伪政府，所以大批的也是关闭了中国的领事馆啊，关闭了苏联的很多公司，所以就几万俄侨就回了苏联啊。这回了苏联以后赶上大清洗啊，当时那个苏共克格勃前身的头叫叶若夫啊，专门签署了一个叫00593号命令啊，管这些人不叫俄国人，叫哈尔滨人啊，这些人已经成了哈尔滨人啊。这些哈尔滨人最后有确切数字是有30992人被处死啊，一共大概回去5万人啊，有3万多人被处死，还有大批的人进了集中营啊、劳改营等等，所以下场比较悲惨。好，下面继续说那个白俄的贡献。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也不回去，也不加入苏联籍，就在这个拿了中国身份证，就在哈尔滨认认真真的生活下去啊。当然客观上给哈尔滨做了相当多的贡献，比如说建筑大家都看到了。他们有一个事儿我挺感动，他们还等于很认同自己是这儿的人啊，所以当出现灾情啊等等，包括1922年包括20年代的时候，中国北方有灾情啊，俄侨贵族们还举办什么音乐义赈大会，募捐救助，中国灾民光1922年就募捐24000元，24000元大洋啊，那时候还挺值钱。经济上的贡献当然是很大，他们在哈尔滨开设银行开设了好几家银行，然后开设了大量的工厂因为有铁路的总工厂，各种轻工厂，最著名的就是老巴多烟厂丘陵公司。丘陵公司就是生产大列巴，现在还叫丘陵公司，现在是不是还叫，反正我去的时候还叫丘陵公司大列巴什么红肠最好都是丘陵公司生产的。然后在松花江上有很多很多的他们的汽船从事航运文化方面当然了，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俄罗斯的文化，因为俄罗斯的文化在19世纪是那么的辉煌所以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诗歌尤其是音乐，他们还开办了高等音乐学校这个教育了大量的音乐人才，包括小学中学当然创办很多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包括他们1920年创办了哈尔滨高等经济法律学校，22年的时候改名就叫哈尔滨法政大学，就是由俄国人当第一任校长。然后20年又创办了中俄工业学校，22年改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包括创办了伊万诺夫医院，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前身就是由白俄的医生伊万诺夫创办的。到了918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大批的日侨前来，刚才也说了，白俄对日本人是非常的不喜欢加上刚才也讲了那么多人返回了苏联，然后很悲惨，但大量的人没去的就纷纷南下去上海就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就是他们在上海的故事，咱们讲尔滨就不讲了但是这里面在日战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包括轰动的33年的这卡斯普绑架事件。这个案子我已经知道很多年，是因为在我很想拍历史电影的时候，看很多历史嘛，本来就特别想拍的几个题材，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绑架案，当然后来到现在也没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个倒没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干的事儿太多了吧，然后肚子里装了一堆。我还记得那时候想拍过那个苏区送金条的故事，这个故事以前没跟大家讲过，但是还是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尤其是可以很国际化，因为这里边牵扯的各方面的人俄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在这里面牵扯着。尤其当时的哈尔滨的东方莫斯科、东方圣彼得堡的那个环境也是非常的美。这个绑架案绑架的是谁呢？就是我之前在刚说哈尔滨的时候，说我第一次去哈尔滨住在马迭尔旅馆、马迭尔酒店还是叫马迭尔宾馆，总而言之就这个马迭尔旅馆的少东家被绑架的故事。就是这个马迭尔旅馆就是由一个俄国犹太人建立的他叫约瑟夫卡斯普俄国犹太人当然是一直都很悲惨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在纳粹迫害犹太人，那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事情了。之前欧洲迫害犹太人最严重的其实是沙俄帝国沙俄帝国对犹太人一直都从彼得大帝开始就说犹太人是一群小偷流氓反正就是这种。那欧洲各国都对犹太人有排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哇，打倒贵族，国王上断头台，所有的贵族都滚蛋，我们都平等，大家都是法国公民。那个时候法国人互相见面都叫公民就像苏联刚成立了互相见面叫同志一样，那个法国叫公民拿破仑也叫公民，唯独2种人不能当公民，就是犹太人和演员所以这个排犹在欧洲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漫长的历史其中俄罗斯就是19世纪的时候的最排犹的，尤其是当那亚历山大2世被刺杀，在1881年的时候又赖到犹太人头上于是从1881年开始持续了好几年的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的迫害屠杀等等包括俄罗斯瓜分了波兰，把波兰土地上的那些犹太人全都建了栅栏、隔离墙等等隔离起来。其实三国瓜分波兰以后，其实普鲁士跟奥地利的那块对犹太人倒没那么迫害，就是俄罗斯迫害的是非常严重。犹太人被要求12岁以上就得去当兵希望他们当炮灰，但是不能当军官，连祖先是犹太人的都不能当军官。当时对犹太人就是说干脆杀掉1/3，然后轰走1/3还有1/3同化他犹太人学校必须由基督徒当老师等等等等吧，导致这位马迭尔旅馆的创始人也是个犹太大富豪。但犹太人太能挣钱了这个当然了，能挣钱也不是要被迫害的理由，这肯定不是，但是他们确实非常聪明。这约瑟夫卡斯普同志就也是被驱使上了前线，在日俄战争中间当然只是个小兵，战争结束呢他就没回俄国就留在哈尔滨了因为这里对犹太人很友好。中国人对世界各地来的宗教也好什么民族也好，一直都采取非常宽容，我们都不叫多元化，多元化是一个现在的名词，说我们就是宽容，或者我们叫文化自信吧，你可以说我们充满了对自己的文化的自信，所以你来呗，你建个教堂建呗，从唐朝说长安就可以建随便建这个，所以他就留在哈尔滨这个包容的城市里先是当一个钟表匠但是因为手巧嘛，犹太人手都特巧然后修表发财了，发财以后又开珠宝店珠宝店又发财了，于是就请了一个俄国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当时哈尔滨最漂亮的旅馆，就叫马迭尔旅馆。其实马迭尔就是 modern， 英文里 modern 的意思就是时髦现代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哈尔滨成了铁路跟航运的中间的最重要的枢纽所以各国人都来，俄国人、日本人、犹太人当然也很多了。被迫害的俄国犹太人往哪儿跑呢？你在往欧洲哪儿跑哪儿都排犹，那当然中国来了很多吧来哈尔滨的，去上海的其实最上海外滩上那些大楼一堆都是什么哈同沙逊，他们都是犹太人只不过他们是中东的犹太人到中国来，反正就是冒险家呗，在那儿盖了上海外滩那些大楼。这哥们儿也盖一大楼，就是马迭尔旅馆，火了。你想那个时候有钱人那么多都跑这儿住，他同时还拥有哈尔滨最大的院线放电影总之这哥们儿有钱了以后就被人给盯上了那些白俄贵族们肯定是讨厌犹太人的嘛因为你想想他们原来高高在上，犹太人是被迫害的，然后这布尔什维克里有一堆犹太人，托洛斯基有犹太人列宁也有犹太血统，然后所以他们就恨犹太人。所以这白俄在这个哈尔滨是不太团结的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白俄贵族们，一方面就是犹太人当然白俄贵族们中间也有不同的信仰有这个很老实的信东正教，但是也有纳粹也来了也有信法西斯的，因为20年代的时候法西斯思想那个时候全世界很绝望嘛，一战死那么多人，大家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于是这个当然苏联共产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然后德国那边纳粹、法西斯包括意大利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包括在中国都有很多拥趸包括国民政府里都有很多信仰法西斯的于是当然在白俄中间也有了，于是他们就成立了这个俄罗斯法西斯党。这是由一群在哈尔滨的俄侨大学生上一期咱们也讲了，这个白俄在哈尔滨建了一堆学校包括大学这帮大学生就建了法西斯党当然这种党在苏联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它其实总部在这儿俄罗斯法西斯党总部在
在哈尔滨，但是在18个国家全球建立了分部，发展了1-2万的党员。他们当然是，你既然是法西斯嘛，你肯定仇视犹太人喽。当然这里边日本人是跑不了的啊，那时候日本人是太坏了啊。9·18以后占领了东北，当然也包括这个哈尔滨啊，于是强征各种白俄的，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民的，反正就是抢钱呗，然后把各种强制收买各种商铺，当然他们也想把马迭尔旅馆这么大的肥肉也想就开个100万，就准备买。当然这哥们儿呢，这犹太人这约瑟夫同志非常的硬骨头，特别讨厌日本人。他参加过日俄战争嘛，白俄基本上都讨厌日本人，除了法西斯以外。那法西斯当然是一个是信仰问题，一个是希望日本能帮他们打回苏联去嘛，这个能复国嘛，所以他们是有勾结的。然后这个时候正好出了个事儿，就是9·18之后啊，全国人民愤怒的声讨嘛，然后国民政府也得做点事儿。像国联啊，就是那个时候叫国际联盟申诉，国联就派了一个著名的叫里顿调查团，一个英国人叫里顿爵士为首，到东北来调查日本人的这个所作所为。然后这调查团当然来到哈尔滨，就住在最好的旅馆里了，就住在马迭尔旅馆啊。然后这日本人本来是不想让调查团接触中国人，调查什么真相啊，结果这约瑟夫卡斯普同志因为讨厌日本人，也为了正义吧啊，想尽办法帮着里顿调查团，然后接触中国人啊，调查很多真相啊，等等等等。当然因为后来里顿调查团的事，日本还退出了国联啊，就不跟你们玩了，因为你们批评我啊。总而言之，日本人就觉得这哥们儿必须要教训一下啊。然后但是呢，这哥们儿还入了法国籍啊，他本来是无国籍人，因为他就黑在中国了嘛，他也没入中国籍，他也没入苏联籍，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俄国，所以就也没有俄国了，所以他等于是一个没护照的人，原来的俄国护照这国家没有了，苏联籍也不入，中国籍也不入啊。结果他因为有钱了，他入了法国籍，把俩儿子都送到法国去留学，法国还是很强大嘛啊。于是他在他的马迭尔旅馆门口挂的是法国旗啊，包括他的电影院什么之类的，所以日本人动手的时候吧，还投鼠忌器，说这是法国人，法国的财产，这怎么弄呢？于是就想到了这个俄罗斯法西斯党啊，就找了他们啊，这个宪兵队驻哈尔滨的宪兵队找了法西斯党的头啊，不是头，法西斯党的一个重要的人，而这哥们就在哈尔滨啊伪警察厅当督察，叫马丁诺夫啊。日本人说你来干这事儿啊，我们在背后给你出钱啊，我们啊等等，你找你的人去把这个卡斯普给绑架了啊。但是呢，这卡斯普呢又有钱，自己还当过兵啊，而且特别警惕啊，就雇了10几个训练有素的保镖，荷枪实弹啊。那个时候哈尔滨反正也不像现在啊，那时候可以荷枪实弹的保护他，然后到处都是铁丝网，他家里马迭尔旅馆等等啊，绑不了啊。想了很久没下了手。到了第2年的夏天，他的小儿子叫西蒙从巴黎放暑假，他在巴黎音乐学院上学啊，放暑假带着女朋友到哈尔滨来度假。他从小就在哈尔滨长大的，哈尔滨是他的故土啊，俄国反而不是啊。但是这哥们儿来了呢，就特别爱看音乐会啊。那个时候因为白俄多嘛，哈尔滨到处都是音乐会，所以这西蒙带着女朋友去看音乐会，被这日本人给盯上了，以及被马丁诺夫也盯上了啊。于是就在音乐会散会之后啊，把他给绑架了啊。他倒没带保镖啊，你谈恋爱嘛，那怎么带保镖呢啊？然后就找老爷子啊，说老爷子你拿30万赎儿子啊，就把这女友放回去了，让女友跟老爷子说啊。老爷子就硬骨头啊，而且他去了法国总领馆啊，说你看这法国人西蒙啊被绑了啊，这个而且去报案了，这报案正好报的就是这哥们儿，这马丁诺夫，他就是伪警察厅的督察。当然警察厅他当然就不管了，那法国领事当然说我们不能向这种绑匪妥协啊，不能给钱啊。于是他就不但不给钱，还在报上登报说我绝对不给1分钱啊，没人敢相信，我不相信有人敢伤害我儿子。但是警察厅最后就不管，怎么着也磨洋工，他没办法啊，最后又找法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给他介绍一个特别厉害的私人侦探，这就很像电影了啊。这个当然他出很多钱，找了一个有名的意大利私人侦探叫范斯白。你看这电影多国际化，这里边有俄国人、犹太人、这个日本人啊、意大利人啊也出场了，法国人啊、中国人啊都在里面，所以这个可以拍成一个很国际化的电影啊。于是他就这范斯白这意大利人私人侦探嘛，关系很多的，宪兵队里也有认识的人，警察厅里也有认识的人。总而言之，他最后查了一番，
结果告诉他说，这日本宪兵队和白俄法西斯一块干的，而且还查到了西蒙被关的地方叫厢房，于是他们就扑到厢房去，结果人家已经把西蒙提前转移了。这下绑匪就生气了嘛，日本人也生气了啊，就把西蒙俩耳朵给割了。这其实就已经很可怕了，因为你是一个巴黎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你耳朵给割了，这还了得？但是就把他耳朵割了，而且让他写了一封信啊，赎金也降到了15万啊，但是他还是不给啊，他这个说我只能付3万5，哎，结果他说3万5，而且还得见着儿子才付，那边当然就不同意了。这卡斯普这约瑟夫啊，为了给日本人施加压力，结果要求法国领事馆把这事儿跟世界所有媒体公布，所以变成了一个当时轰动全世界的大事儿啊，全世界都指责日本宪兵队说你们公然绑架法国人还了得等等等等啊，宪兵队压力也很大啊，于是就开始派出宪兵去抓人啊，就在当年的11月份把其中2个绑匪在哈尔滨火车站给抓了啊，抓了以后他们就供出来说要去那个哈尔滨以外几十公里的一个什么山里头去交班去接替看守，结果这个时候呢，正在看守这个西蒙的俩人，也有一个为了贪财跟西蒙又私下做交易，说你只要让你爸给我1万块钱我就放你走，于是西蒙又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哥们儿行事又不缜密，又被自己人给发现了，结果马丁诺夫就是他们这法西斯党的这哥们儿又生气了，于是又跟日本宪兵队说你把这人抓了给宰了啊，于是日本人又把这个人给抓了，然后把他给干掉了。但是日本人在全世界有交代说，你看我再抓绑匪啊，我不但抓了绑匪，我要给他干掉了。但是已经闹成这样了，大家就知道这事儿肯定已经收不了场了啊，于是就指示最后把西蒙给杀害了。33年的12月的时候啊，当然了，杀了人嘛，都被抓起来了啊。抓起来以后，当然这个审判的时候啊，日本人给施加很大压力啊，这个俄国人也说他们是俄国英雄啊，他们杀这个叛国的犹太人，然后等等啊。但是这中国法官还挺有风骨，骨头还挺硬啊。结果中国法官顶住压力判了他们死刑，但是你判死刑没用啊，日本人就不执行，强行推翻啊，一直到37年啊，这都马上大举侵略中国内地了啊，把他们都放了。所以这个案子最后就导致凶手逍遥法外，你没有办法，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俄国法西斯干的这个事，他们统治着东北，统治着哈尔滨，你怎么办？日本统治着东北，俄罗斯法西斯党就管着哈尔滨公安局，所以这个老爷子约瑟夫就彻底伤了心，就离开了哈尔滨，去了巴黎啊，没多久也抑郁去世了。于是马蒂尔旅馆也被日本人给霸占了，哈尔滨进入了很黑暗的时代啊。这个事发生以后，哈尔滨全城人民非常气愤，西蒙的尸体出殡的时候，哈尔滨全城各族人民，不光是俄国人、犹太人、中国人等等啊，都出来一起送殡啊，就是愤怒抗议这日本啊，而且是包括上海的犹太人也在抗议。之后哈尔滨犹太人一下少了一半啊，大家觉得没法办了，因为法西斯在这里啊，大量的又去了上海，又是那个另一个故事，上海犹太人的故事了。好，今天尔滨的故事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小松说历史今天来到了8月15日，是中国人民的欢乐日啊！1945年的这一天，日本投降。就是在978年的这一天，南唐后主李煜去世。首先讲讲这个胜利日V-Day 欢乐日不光是中国人民的欢乐日朝鲜人民的欢乐日，也是美国人民的欢乐日，英国人民的欢乐日，其实也是日本人民的欢乐日。虽然日本人民听到天皇的终战诏书，大家哭得跟鬼似的，但是日本人民也解脱了，再也不用第3颗、第4颗原子弹来再也不用燃烧弹来，再也不用敌人登陆至少保全了这个国家，保全了这些人民所以是全世界的欢乐日。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在这一天正式结束了。We are gathered h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jor warring powers, to conclude a solemn agreement whereby peace may be restored. The issues involving divergent ideals and ideologies have been determined on the battlefields of the world, and hence are not for our discussion or debate. 到了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人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以前日本人从来没听过天皇是说话是什么样的，天皇对他们来说完全就是神，完全就是神但是天皇最后宣读了终战诏书，
虽然在开战的时候，裕仁天皇当然是起到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最后，当日本军人死不投降的时候，那内阁到最后已经被炸了2颗原子弹了啊，这已经不行了，撑不住了。所有的文官在内阁里都要求说接受波茨坦公告啊，就这样无条件投降。那军人是坚决不同意，但是军人在内阁里占一半，所以大家相持不下的时候，最后说御前圣裁，那最后到天皇跟前啊，天皇当时已经没皇宫，躲到地下室里，天皇自己最后说啊，为了日本人民啊，为了这国家能继续生存下去，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决定投降。最后圣裁之后啊，文武每100官，文武10官全都滚倒在地，哭在地上，满地打滚。然后军人回到家，向陆军大臣阿南直接就剖腹啊，行这个向天皇的礼，然后自己剖腹自尽。天皇就怕军人不接受命令，因为他军人会说你天皇不是真的，是别人假传圣旨，什么就不投降。所以最终天皇决定自己录音。那如果所有人都听到了我的声音，那当然就不用人假传圣旨了，就能正式的投降啊，就去录音。所有人的工程师什么录音师都疯了，一个天皇来，我赶紧跪在地上啊！天皇录音，录完第1遍，天皇问大家说有什么问题吗？谁都不敢说话。天皇又问大家说到底有什么问题吗？然后终于有一个勇敢的人说，天皇您有2个词的发音啊发的不太清楚，您能不能再录1遍？啊，天皇说好啊，没问题，我再录1遍。于是又录了1遍，这回错了仨地儿，谁也不敢再跟天皇说你再录1遍了。于是就这样了。然后当时年轻的少壮派军人已经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已经在组织政变，已经去找阿南说让阿南领导政变，但阿南坚决不政变，但是他也剖腹了，也不愿意投降。那少壮派军官当时就到处要去抢这个，当时不是录音带啊，是一张唱片，就天皇录音的。所以这张唱片当时是非常保密的，是分了好几份备份，由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化妆送到电台去。啊，少壮军人当时已经冲进了电台，啊，抓住电台的人问这东西在哪儿，但是电台那些人都特别勇敢，然后最后保护住这张唱片，啊，直到最后政变被镇压下去了，被镇压的那些少壮派的军人，最后就在皇宫外的广场剖腹自杀，向天皇谢罪。那最后终于准点，那所有的日本电台都说请到准点，请到准点，所有人都停下手中工作，天皇有发表重要讲话，全体日本人民都疯掉了，从来没听过天皇的声音，然后所有的日本都停下来，到准点的等在收音机前，然后听到了天皇说啊，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人民，然后朕决定怎么样接受波茨坦公告。現状とに鑑み、以上の措置をもって議局を集中せんとここに終了なる。然后全日本哭声一片，到处都是军人自杀呀，等等等等。日本这个民族还是尚武，而且还是有那种武士道精神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怎么能这样？但是其实第2天我猜大家，当天夜里大家其实心里想，其实也轻松了，就这样吧。啊，但是消息传到中国，那中国全国陷入了欢乐的海洋。我看到了无数的记载啊，这消息先传到中国，然后电台说日本投降了，大家大喊说快去播送日本投降了。你收到了日本电台，然后就播音员冲到那前面就开始说，刚刚收到消息，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说不下去了，就哭的已经激动的。然后第2个播言接着说日本正式，然后又哭的说不下去。第3个播言最后上了，接着说日本投降了，然后就紧接着就再也没法播音了，所有人都哭成一团，没法播音怎么办呢？最后把那话筒打开窗户，说现在开始电台不播音了，大家来听听外面重庆欢乐的海洋。然后哇，外面就是所有的鞭炮齐鸣。重庆中央社收到消息，马上在墙上写出巨大的字日本投降了。然后中央社的记者也来不及印报纸了，就干脆就骑着车出去，到每个地方告诉大家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然后第一批印出来的报纸被抢了精光，在成都印出来的号外，最后甚至有人因为抢光了没有，甚至有人愿意出500大洋去买一张号外。我还看到梁思成的回忆写道，当时梁思成正好在重庆化缘，所以在美国使馆跟一个朋友正聊天，因为重庆是个山城，然后美国使馆正好在那山上，聊聊天突然就觉得不对，说这城市怎么亮起来了啊？重庆当时所有探照灯都打开了，防空用的，然后就探照灯乱照，所有灯都亮起来，然后鞭炮齐鸣。当时说怎么回事？这是赶紧问，就冲出来说日本投降了。于是大家使馆什么也不聊天了，所有人都冲到大街上，冲去欢乐的海洋。然后梁思成遇见各种大知识分子，什么大教授都喝成那样了，所有的鞭炮卖光，酒卖光，人民太欢乐了。这是在国统区啊，
啊，在沦陷区也一样，上海也接到了，马上上海人民也涌向南京路啊。虽然日本军队还在那，上海人民也不怕了。上海最高的建筑，现在外滩的这国际饭店升起一面巨大的国旗，上海人民也陷入欢乐的海洋啊。在每个地方，在敌后的根据地，在所有的城市乡村，那中国人民经过了8年，东北人民经过了14年啊，台湾人民经过了50多年的屈辱。啊，终于解放了啊！终于打败了日本，所以这一天是永远值得纪念。当然，美国也狂欢啊，陷入狂欢的海洋啊，所有报纸都出现那么大的 V Day， 战争终于结束了，再也不用牺牲那么多美国儿女了。那中国人民当然更是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啊，牺牲了3000多万人啊，最后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下面来说这个公元978年，南唐后主李煜啊去世，这个是其实应该这样说。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词人之一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李煜啊去世。至于他是不是南唐后主，我觉得他不是南唐后主反而更好，他能多活几年，为我们多写几首漂亮的诗词。在我个人从小读诗词的过程中，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大概从10几岁到30岁之前吧，最热爱的就是李煜。啊，因为那时候年轻嘛，多愁善感，然后对于技术是非常的讲究。大家知道，所有人学东西的时候，年轻人都觉得都是技术流，都觉得技术好最重要。但是后来，因为我长大以后，30岁以后，我对艺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对技术已经不是那么重视了，我对基本的内容以及大师的情怀各方面有了更多的追求之后，那你当然觉得李煜的情怀不够大，李煜不是那种胸怀天下的。虽然其实他是一个皇帝，而且其实他的那个国家南唐在那个时代是最强大的，所以宋太祖最怕的就是他。其实他如果不写那些词，他也能多活2年。那他李煜天天怀念他那故国，那这谁能容得下你？说您天天怀念故国，那就必须得杀了你。所以即使像这个宋朝这样不爱杀文人的一朝，宋朝整朝就没杀过什么文人，但是你这样的文人，他不是一般的文人，是必须不能活的啊。所以李煜是在生日那一天，所以李煜的生日啊和死的这一天忌日是同一天，所以今天一定要纪念这位伟大的词人啊。在那一天啊，宋太宗赐给他毒酒一杯，那没办法啊，人在别人手里，只好喝了毒酒去世了啊，非常可惜啊。所以有些人实际上生来就应该当诗人，就不应该当什么皇帝啊。李煜就是其中一个最让人喟叹的大诗人。